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小白测评手机简史的第4期了。按照之前的时间线呢，我们已经推进到了国产手机品牌。今天呢，咱们继续聊的是小米和魅族。这期呢，应该是我们这一系列中最为关键的一期之一。或者说没有之一。我相信大家每个人对国产机呢都有不同的回忆和不同的情感，大家肯定都用过。当然这个时候视频里边肯定有人说我没有用过国产机啊，但是你生活在国内没用过国产机，多多少少了解他们一些吧。回顾这两家公司到现在，他们的创始人都有被称为中国乔布斯的这个外号。他们两个因为最初的一些往事没能够结合到一起，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不管怎么样吧，谁活得好谁活得不好，到现在来说都已经证明了他们的辉煌和他们的价值。他们都已经在国产手机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感谢这个让机友们可以非常幸福的时代，感谢每一个努力的品牌，更感谢每一个给我们带来精彩产品的人。回看一下之前的几期视频，播放量好像并不太高啊。近期确实新机比较多，但是手机简史系列依然精彩。这期大家市场也看到了，跪求3连投硬币。上期我们聊到了2014，小米手机发布了第4代，而魅族开启了全新的子品牌魅蓝。而在这一年，两个品牌才真正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当然，谁也躲不开历史的规律，除了辉煌，还有没落。在2014年之前，魅族从未尝试以融资来扩大自己的规模。或许是黄章有信心无需融资也能做大，也或许是传言的那样，黄章并不想稀释自己的股份，不愿意分享自己的心血。这都不重要，因为14年的2月8日，黄章回归了。他或者是想开了，或者是想改了。一个公司想要飞得更远，就不能太小家子气。相比于股权激励、融资和扩大战线，或许是魅族最迫切需要的。2014年7月28日，有消息称魅族在6月完成了首轮融资，融资金额超过了20亿元人民币，公司的估值超过了200亿元，约合人民币32.2亿美元。记住这个数字，这也是魅族成立以来首次完成大规模融资。9月2日，在鸟巢西北角那个被称为折扇的国家体育馆副馆内，魅族发布了1799元的 MX4， 完成了从一个小众品牌走向大众的蜕变，却也走上了小米的道路。而这一年的12月，小米迎来了一轮融资，11亿美元。这个时候的小米估值已经达到了450亿美元。还记得上面的32.2吗？是的，这也是几年前你还在一直对标的两家公司和产品。其实魅族和小米在很早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公司了。这辉煌的开始也掩盖了即将到来的黑暗。2015年2月9日，魅族终于抱上了佛脚。阿里5.9亿美元的投资拥抱资本，让魅族从饥渴走向了温饱，也有了机会施展拳脚。而也正是这一年，魅族或许明白了自己的市场，想要玩得更大，那产品线就必须全覆盖高中低端。而这一年，魅族在国家会议中心一共开了6场发布会，发布了 Pro5、MX5、魅蓝 Note 2、魅蓝 Metal 等等产品，形成了 Pro、MX、魅蓝3条覆盖高中低端的产品线战略，感觉非常清晰。可喜的是2015年的魅族国内销量从2014年的440万台一下子猛增到了2000万台，成为了15年全球手机增长率最高的品牌。但是在这耀眼光芒的背后，2015年魅族却净亏损10.37亿元，公司负债总额近89亿美元，净资产总额负16亿元。而急速扩张的产品线和生产数量，让这个曾经小而美的品牌品控一路下跌。MX4 系列产品跳电、耗电、超窄边框屏幕却出现点胶漏胶的问题，频繁的投诉也让魅族成为了中国质量新闻网315专题的头条新闻。而这样一份答卷，无论是魅族还是出了大钱的阿里，肯定都不满意。但是这个时候的魅族好像无暇顾其他，自己眼里只有小米，仿佛产品好不好、口碑怎么样、未来产品线怎么布局，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比小米强。其实从营销也可以看出来，2014年底开始，魅族的营销就充斥着 diss 小米这些关键词，尤其是2014年年底的魅蓝手机预热海报上，
上，魅族甚至用了卡曼丑小操的文案，颇显流氓。而15年整年的发布会上，白永祥的每一句全面超越，发布会的每一个环节都很明显的针对小米，是不是非常熟悉？最近好像也有人一直说全面超越无死角碾压，当然这并不是让大家对号入座的意思啊。而这个时候掌管魅族营销的正是魅族3剑客之一，大家非常熟悉的，连呼吸都在营销的李楠，我个人是非常欣赏并且喜欢南总的，而这个胖子现在却没法再给大家带一批货了。贴身肉搏小米是性价比最高的营销策略，让李楠和他的团队也确实把魅族的声量带到了历史的巅峰。事后回顾来看，无论对错，依靠低端走量扩充产品线的策略并非黄章所愿望的，但是2000万的销量却让魅族多少有点冲昏头脑，仿佛是抓住了未来的希望，于是魅族有点疯狂了。咱们下一下步表，先来说一下这个时候的小米。2015年的小米表面上辉煌依旧，7000万台的销量让小米坐稳了国内智能手机 Top 2的地位，但是在暗地里，小米的内部却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夜晚到来的前夕吧。2015年上半年，小米的手机销量为3470万台，同比去年增长了33%，连续5个季度稳居国内手机销量第一。但是高开低走，年初高调宣布销量要冲击8000万台，甚至1亿台，最终全年的销量却只有7000万台，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不仅仅是销量不如预期，随着华为手机总销量达到 1.08 亿台，据华为终端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的说法，国内发货量占比 70%，7500多万台的销量超过小米。2015年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第一的位置，小米弄丢了。值得一提的是，小米依然称其在2015年是中国手机出货量第1名，到底谁是第一，咱们在这就不争了。小米更郁闷的还在后面。2015年5月6号，小米 Note 顶配版发布，这是小米在5年来第一次打破自己设定的1999元的价格体系。在发布会上，雷军讲了很多关于这台手机的工艺如何精湛，他甚至还拿 iPhone 6 Plus 作为对比手机，称自己的手机贵的有道理。很明显，小米想要由此打入高端市场，这是第一次，大家记住。但是高价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当时火龙810发热和适配等诸多问题，小米 Note 在发布了4个月之后才正式发售了该手机，而发售当时顶配版的价格已经降到了2999元，这或许是小米降价最快的一次。而并没有指纹识别，也让小米 Note 再次错失大势。眼看着去年的华为 Mate 7凭借指纹识别一战成名，成功打入高端市场，小米 Note 已然是一款没落的产品。小米第一次冲击高端失败，而这个问题也导致了小米在整个2015拿不出拳头级的产品来稳住市场。而这个背后还隐藏了另外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小米5延期了。小米5原计划在2015年6月上市，但直到次年2月手机才从工厂出货。这段小八卦大家随便听一下啊。小米的联合创始人周光平的手下负责手机供应链的副总裁，差不多把小米的供应商都得罪了。在小米5发布前，三星半导体中国区高层带着由副总裁负责的小米供应链团队见面，小米态度差，三星也很强势，双方闹得不欢而散。这件事很可能是接下来一系列事情发生的原因。很了解机圈的小伙伴都知道，在那段时间三星 AMOLED 屏幕出货量非常大，各家都在用，但是就不给小米供货。小米5的推迟和小米 Note 的失利，让小米不得不用一堆红米来凑数。2015年下半年2个月就有一款千元机发布，尤其是红米，8月份刚刚发布了红米 Note 2，11月就发布了红米 Note 3，而这个时候距离红米 Note 1代发布还不足1年。是的，这个系列1年更新了3次，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一个用户只肯花不到1000元购买一个全天陪伴自己的智能手机，那也很难指望他们后续在内容和软件消费上花钱。而当时的小米把这个问题放大了，在线上购买低价手机而不是到线下店购买的人群，对手机的规格配置更加敏感和了解，他们想买到硬件规格更高的低价产品，这或许是小米冲击高端的一个长时间的大阻碍，这也算是当时小米一个长期的心病吧。2012年小米手机2大卖后，雷军说了这么一句话，在风口猪都可以飞起来，但是2015年的小米却没能顺着风口起航，而是看着对手一个个崛起，自己却狠狠地摔了一跤。然而这些都只是困难的开始，小米都没有想到自己面临的2016会如此的艰难。
因为2016年线上销售的天花板来了，国内手机市场开始趋于饱和，虽然所有人都明白线上销售的比例最终会触碰到某个增长拐点，疫情的拐点什么时候来啊？咱们说回正题啊，只是没有预想到这个天花板来得如此之快，高度如此之低。2015年智能手机线上销售比例已经超过了 20%， 而3年之后线上销售比例也只有 28%。 看视频的小伙伴可能觉得手机不都是天天在网上买吗？你要知道，即便到现在，线下手机销量依然是绝对大头。从智能手机的老大 iPhone 身上就能发现端倪。2003年到2015年，苹果每年的营收和利润都超过往年，创下历史最高的记录。但2016财年，苹果公司的收入相比上一财年下滑了181亿美元，这比当时 Twitter 的市值132亿美元还要高。注意力咱们再拉回疯狂了的2016年魅族，这是魅族最疯狂的一年。在刚刚完成2000万台出货量的好举之下，魅族定出了2016年要出货2500万台的目标。16年整，魅族开了11次发布会，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刻。那一年发布了14款产品，采取了和华为、小米一样的机海战术，甚至创下了1个月接连3场发布会的记录。当年机圈的1月1见红，1月1场演唱会，说的就是魅族。得益于如此密集的发布频率，魅族也被广大媒友调侃，不是在开发布会，就是在开发布会的路上。但是事与愿违，魅族这么大的动作也没能完成目标，2200万台的销量成绩相比于2015年增加了200万台。然而更无奈的是，这成为了魅族历史上销售量最高的一年。一年的疯狂给魅族浇下了无情的冰水。虽然疯狂的发布会给魅族赚足了眼球和热度，但是从产品的角度来看， MX Pro、 魅蓝 Note、 EA、Metal 等等10几个系列产品线非常混乱，外观又十分雷同，几乎无法区别。而这10几款产品中依然没有拿出一个爆款。更致命的是，这些手机配置几乎一致，除了一款 Pro Plus 采用了三星8890之外，其他13款手机全部都是联发科的 SoC。 科技以换壳为本，P10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一年，魅族背上了打磨联发科的美誉，极大的破坏了路人缘的好感。要知道，当时魅族的销量还都是以线上为主。与高通交恶，在这一年也让魅族摊上了官司。高通在这一年将魅族告上法庭，三星 Exynos 处理器成了魅友在魅族旗舰选择上最后的倔强。Exynos 在微博宣布自己即将推出旗舰处理器时，一众魅友在其微博下狂欢，魅族有救了，也成了当年一道别致的风景。癫狂而难挨的2016年终于还是要过去了。当12月30日魅族与高通联合发布声明，双方和解。然而黄章也在这一年错过了和他的死对头雷军缩短差距的最后机会。2016年，魅族迎来历史上最难的一年，喋喋不休，可能是小米手机这一年市场表现最为伤感而真实的写照。相比2015年，全年出货量同比下达 36%， 市场份额也从2015的 15.1% 下降到了 8.9%。 这一年，小米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公布年销量，但是根据 IDC 的数据，2016年全年小米只有5300万台的销量，同比下滑达到了 24%。 而之前得罪供应链的后果最终反映到了产品上。2月24号，小米史上用时最长记录的小米5终于发布了，但是在发布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几乎都处于缺货的状态。而那段时间，新浪微博上骂小米耍猴的微博就多达40页。而这些事情也让雷军向团队开刀。2016年5月下旬，雷军发布了一封有关人事任免的内部信，称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周光平将出任小米首席科学家。周光平的新职务被描述为负责手机技术前沿领域研究，相当务虚。而过去他带领多年的小米手机研发和供应链2大业务线都改由雷军亲自主抓。而从那开始，雷军连续1年多每天都是凌晨2点以后才回家，这是小米内部纪录片中的一段描述。前面我们也说过，2016年谁都没有想到线上销量增加的天花板。之前我们也说过，线上销量天花板的到来，也就意味着线下渠道的重要性开始显现。Sino 的数据显示，2016年线上渠道增速大幅下降，从2015年的 43.6% 降至 5.6%， 而线下渠道增速却从2015年的负 3.5% 增至 17.4%。 也就是这一年， OV 依靠线下的模式再加上信息不对称，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也正是这一年， OV 首次反超小米，将小米打入 Other。 而这个时候缺点开始显现，小米以往的高性价比模式反而使得它无法学习 OPPO、vivo 在全国疯狂开设门店的策略，长期坚持低价策略未能给线下渠道留够足够的利润空间，很难推进渠道分销模式来争夺线下市场。玩门店这种重模式还是很需要
钱的。在当时进手机店买手机，有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销售都在推销 OPPO 和 vivo 的手机，因为他们的返点更高。但是不管怎么样，线下依旧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儿。小米打入线下的第一步是改造升级由之前只承担售后服务功能的小米之家，最终还是雷军救了自己，那就是小米生态链。虽然线下晚了一步，但是生态链弥补了另一个问题，平效。手机不赚钱，那咱们就多卖别的。如果小米之家只做一家纯粹的手机店，几乎无法活下来，因为人们再快一般也要1年以上才换一部手机，这就意味着他们不经常进入手机店，这也是目前 OPPO、vivo 面临的难题。而生态链的存在让小米之家提供了手环、充电宝、平衡车、电动牙刷、扫地机器人，甚至电池、圆珠笔等等众多硬件设备，让小米之家不仅仅只是卖手机的，更像一个科技生活馆。这样很多人1-2周就可以进店一次，进店频次的增加也带动了手机的销量。2016年年末，重新被赋予零售功能的小米之家店铺数量只有51家，然后只用了2年的时间，店铺就扩张至499家。2017年的时候，小米之家平效是27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已经是世界第2，第1是苹果。现在想想，或者说你仔细对比一番，小米之家除了手机，其他之外的产品好像并不是特别性价比，但是小米手机性价比的好印象其实给小米之家增分不少，这个后面咱们还会聊到。2016年还有一个谁都没能想到的辉煌，小米 Mix 发布了。这绝对不是第一款全屏的手机，但绝对是推动全屏普及和进步的手机。换句话说， Mix 甚至多少改变了手机设计的趋势，这也极大鼓舞了小米的士气，这也是小米和魅族的分水岭，因为在这之后两个品牌渐行渐远，差了好多个量级。这或许是小米第2次想冲击高端，但是依然没有成功。或许是当时国内市场整体向下，或者是小米刚刚经历调整期，并不想玩太大。总之这一次的定价还是依然有些保守。咱们的目光再拉回到魅族，2017年2月15日，魅族机海战术中的最后一款产品魅蓝 5S 发布，宣告了魅族进入了全新的一年。这一年魅族明白了，放弃了机海战术，却也差点成为自己的最后一年。年初，黄章亲自挂帅手机业务。黄章对魅族另外一个改革是提升定位，改魅族过往的文艺风格，直接定位商务高端。而为实现这一目标，黄章力邀前华为高管 TCL 手机中国区负责人杨浙加入，并任命杨浙出任 CMO， 希望他能带领魅族重现辉煌。然而被寄予厚望的 Pro 7却成为魅族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滑铁卢。魅族的核心用户是年轻人，对于 Pro 7的设计，魅友直呼手机变丑了，被戏称为电冰箱、痔疮等等等等。而魅友更介意魅族忽略了旗舰手机的参数配置， Pro 7 Plus 比 Pro 6 Plus 贵了近800块，处理器却由三星猎户座变成了联发科。要知道当时的联发科口碑可真不怎么样，屏幕少了 3D Touch， 摄像头也没有了激光对焦和光学防抖。而在技术革新上，魅族宛如当初的小米错失指纹识别，魅族这一次也没能跟上全面屏的潮流。在宣传上，杨浙提出唯精唯一，并为魅族 Pro 7提出了双瞳如小窗、加紧观丽丽这样的品牌口号。和魅族以前一直是一个重视科技感的品牌，走小而美路线的品牌调性几乎完全脱节。虽然 Pro 7的失利主要是过高的定价、错误的定位、不匹配的处理器以及全屏的缺失，但是不得不说，杨浙的品牌定位和营销手段在现在也值得商榷。Pro 7的惨败让当时250万美元花屏定制费几乎都打了水漂，魅族本来下了100万台的订单，却积压了几十万台。发布5个月之后， Pro 7的价格2次掉价至1999元，在第三方渠道已经接近1500元，基本是狂赔清场，全国魅族经销商苦不堪言。公司发生这么大的失误，必然要有一个人背锅，而这个人就是主导研发的魅族3剑客之首白永祥。对于创始人之一的白永祥离职，魅友的询问得到的是黄章意有所指的一句：你想他就原价去买他的 Pro 7好了。不管各种缘由怎么回事，我个人还是十分想念老白的。危难之中拯救魅族的是魅蓝。5月初，黄章出山挂帅，更新了内部组织架构，成立了魅族、魅蓝、Flyme 3大事业部，由李楠担任魅蓝事业部的总裁，拥有品牌、市场销售和产品规划等全套职能系统。李楠也用短暂的全权主政魅蓝的机会，证明了他的产品能力和领导力。高通骁龙636处理器、5.95寸18:9全面屏、全系6G 内存的魅蓝 E3 是魅族这1年多以来几乎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后来有媒体采访了负责 Pro 7设计的 Fogo，Pro 7项目的负责人说道，他们带着背屏的概念找到我们，很明确的说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手机，但除了用更好的技术、更好的参数外，魅族说不上为什么要做一个背屏。
这句说不上为什么要做背评，或许就暗喻了魅族2017年的迷茫。纵观 M8、M9 之后的岁月，魅族从一开始的国内智能手机增量红利到国内智能手机消费升级红利，魅族可以说完美的错过了一个又一个风口，一路逆势而行。对于小米而言，16年已经过去，更重要的是2017年是未来的诗和远方。就像雷军在年终内部演讲时表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招股书显示，2017年小米营收达到了1146亿，相比于前年同期增长 67.5%， 经营利润为 122.15 亿元，同比增长 222.7%。经历了2016年市场占有率下滑的震荡后，浴火涅槃的小米终于回到了高速成长的轨道中来。2月28日，小米发布了其首款自研SoC 澎湃 S1 芯片，并且同时发布了搭载该芯片的首款产品小米 5C， 成了苹果、三星和华为之后第4家拥有自研移动 SoC 的手机厂商。虽然它现在已经3年没有什么动静了。4月19日，小米6发布，作为小米最走量的旗舰系列，小米6几乎避开了此前小米 5S 上犯过的所有错误，不仅在国内首发了骁龙835 SoC， 还标配了6G 内存，采用了更为成熟的光学指纹，整机表现几乎无槽点，是一款名副其实的水桶旗舰。来，小米6的钉子户们，是你们发弹幕和投币的时候了。9月11日，小米再度举办发布会，这一次发布了小米 X2、小米 Note 3两款产品，这造就了小米2017年全年9141万台的销量，也让小米重新做回了全球第4。除了出货量之外，更为重要的一项数据是2017年第4季度全球市场整体下滑了 6.3%， 苹果、三星、华为与 OPPO 均有下滑，小米是唯一一家逆势增长的，同比增幅达到了 96.9%。喜上加喜的是新零售的成功。2017年5月末，第100家小米之家正式开始运营。到了下半年，小米之家的铺设速度明显加快。2017年11月末，小米已经在国内30个省、158个城市开设了242家小米之家，单月营业额突破了 7.5 亿。也正是这个时候，小米之家的单店坪效稳坐全球第2，仅次于苹果。如果说16年的小米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迷茫。那么17年的小米重装系统高速上路。时过境迁，2018年是魅族成立的第15年，也是小米成立的第8年。这两家年龄差近半的公司都走过了他们最为艰难的岁月，而魅族的18年依然不够安稳。杨浙上任后带来了自己的营销团队，使原来魅族的营销团队被边缘化，后来引发了2018年魅族内斗事件。时任魅族文创总监的张佳在微博上公然吐槽高管杨浙，并晒出了魅族15系列发布会6000万的立项明细，抑制其中保4档。随后几天，张佳被魅族开除。出乎意料的是，3个月之后，杨浙也离职了。被黄章寄予厚望的杨浙在任职1年多的时间里，并没能够挽救魅族于水火之中，反而让魅族蒙上了一层贪腐事件的阴影，其品牌在用户心中也受到了很大影响。2018年8月，在黄章大势牛到的魅族16发布会上，李楠取代杨浙登台演讲。不过也正是这次发布会之后，他就开始慢慢淡出工作，属于胖子李楠的时代也结束了。而魅族真正开始走上坡的时候，是2018年9月发布的魅族16TH， 它以全新的全屏设计语言、指纹识别加 M-Engine 线性马达加超高的性价比，赢得了市场的满堂彩。这台小小精致的手机非常值得把玩。小米的18年一切安好，稳步发展。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普遍下滑的18年，小米依然稳住了全球第4的宝座。刚刚过去的2019，大家就非常熟悉了。魅族 16S Pro 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设计倔强，回归小而美的魅族让资深媒友欢喜，但似乎也是魅族唯一的选择了吧。小米和红米品牌分开，给2次冲击高端都没有成功的小米铺平了道路，也成就了2020刚刚发布的小米10 Pro。网络口水战打得越来越厉害，像车圈一样，各家的子品牌越来越多，品牌开始贴身肉搏。有传闻小米的印度品牌 POCO 将要回归国内市场。2020年以不同寻常的疫情开始，小米10的系列却给机圈首当其冲开了个好头。我们一起期待一下4月的魅族17吧。OK， 这期视频聊到这儿，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同样也感谢你把视频看到这里，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特别感谢。OK， 更多精彩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下期的手机简史，我们再见。